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带大家来关注国际焦点。当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跟日本这边哦，敏感情绪又再度被挑动了。好，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9·3要来了嘛。好，我们看到的是玉渊谈天微博发文哦，说中国2015年首次抗战阅兵以来，日本砸了560亿的日元在搞公关哦。好说这希望能够建构所谓的正确形象哦，560亿日元还蛮多的哦。好，那当然现在这个文章呢也登了微博热搜第2哦。不过现在因为9·3阅兵要来了嘛，所以中国大陆的网友也做了一件事情哦，是有传这个昭和天皇学狗叫 AI 片哦。那这个影片呢多半是疑似由 AI 的人工智慧所生成。那最近陆续在抖音啊等等的平台出现，其中也包含有人身穿女高中制服跳舞啊，甚至有人以麦克阿瑟训狗为题的短片，那内容将人物以4肢爬行模仿狗叫来讽刺昭和天王。而日本当然看到不爽啊，日本政府已向中国大陆方面提出关切，认为这些影片相当的不适当，要求中方要妥善处理。好，那我们再看到是9·3阅兵阵仗很大嘛，这个下周就要登场哦。央视现在说普京跟金正恩要出席。好，这央视说有26位外国领袖出席哦。那当然大家很关注嘛，金正恩跟普京也会出席。那这是2019年以来再次举办的大型军力展示活动哦。9·3阅兵的部分，那北京持续的加强宣传的力度，也公布了这个火箭军为阅兵进行的训练画面。所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央视曝光的9·3的阅兵新画面哦，看到这个直挺挺的哦，非常雄赳赳气昂昂哦，而且脚步都非常一致哦。那当然就是要表现训练成果，因为这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哦，绝对不能落差。好，那我们再看到关岛杀手又见衍生型，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社群媒体最近网络上有捕捉到了东风26的反舰弹道飞弹的最新衍生型号 D 型哦，这发射的车辆被民众拍到在北京这边进行9·3的阅兵彩排。好，那国外的军文媒体推测，可能是提升了突破美军新建飞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不过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到这个是湖北号。好，湖北号呢，解放军海军26号在南海的军演当中哦，其实也正式启动了第4艘的075型的2栖攻击舰，叫做湖北号。好，075的2栖攻击舰哦，可搭载直升机进行立体登陆作战。那这舰内还能够运送登陆艇跟坦克，还有装甲车辆，专门用于2栖作战跟兵力的投送。好，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秀肌肉真的是每天一秀。好，不过他们跟俄罗斯这边也联手在潜舰上面哦，进行亚太进行水下的联合巡逻。好，这是首次在亚太地区展开联合水下的巡逻，这标志两国在海上的战略合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军机，他们是在航太机在这个20到24号之间哦，3度的出动了 IL-20M 的电侦机闯入了阿拉斯加州的防空识别区，导致北美防空司令部数度出动了战机来进行拦截。好，我们看到虽然是没有进入到美国领空但是还是依旧引发各界的关注。那除了美俄现在是抗美之外，我们就看美国现在能秀什么肌肉。好，进行威慑中国的扩张行动。美军的死神无人侦察机将永久的部署加手纳基地。这是读卖新闻的报道说，其实针对西南地区的监视跟侦察能力，日本人士这边透露说，美军已经决定将去年8月起临时部署在冲绳加手纳基地的 MQ-9 无人侦察机，那原定1年要改成无限期的部署哦。那防卫省的官员就说，这个目的在应对中国持续的咄咄逼人的海上扩张行动。另外，金融时报也说到，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要将数十个盟邦派驻官员以深化在军事科技领域上面的合作，进一步的也是要抗衡中国的军事技术扩张。那台湾跟日本就会被列为五角大厦优先的考量哦，所以派遣人员可能就会到这2个地方。那这计划将着重于无人机还有其他军民两用技术上面的合作。好，不过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9·3阅兵之间
中日的情绪又被挑动了。我们首先问大使。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共同社发布一个新闻，说日本政府正在全球进行游说，阻止各国派员去参加中国大陆的9·3军演。那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里面琢磨太多在有关抗日的部分那么这个政治性质比较强。那我想请问一下，80年抗战胜利纪念日不纪念抗日，那纪念什么？然后要歌功，对日本歌功颂德嘛？所以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个作为其实我们要从一个历史脉络来讲。你认为日本认为2次大战它是战败国吗？你认为日本认为它的所发动的这个大东亚战争，他认为是错误吗？我告诉你，通通是否定的。日本认为他当时发动的这个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正义之战，是不但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对东南亚国家通通有利。这是他的历史观。第二个，他们认为2次大战以后，东京大审、东条英机等一系列战争犯子基本上被处以绞刑，这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吗？对不起，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审判，这是日本主流的想法，不是我在这边讲的。第三个，你认为他们每年在纪念所谓的战没者纪念大会，日皇每年去那边纪念是什么？他认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不是加害者。而且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不只是跟中国大陆清算，要跟美国也在清算。他认为美国用原子弹炸长崎、广岛，这是对日本的平民的迫害，这是对日本这违反战争法的，是一个不义的作为。他们希望美国要道歉，要有什么？要觉得对日本的不满，对日本的什么做错了一件事情。对日本对整个2次大战，甚至之前所有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对亚洲国家造成的痛苦，他怎么样？他的历史态度就是这样所以他今天你说中国大陆网民有什么反应？你要看看日本人做了什么。日本人怎么看这个2次世界大战？日本事实上，他们这些还搞了2个这个在这个广岛这个受害者幸存的，然后跟美国的这个一个2战的学者说，你看到我们这个悲惨，我看到那个战争的那个时候那个原子弹爆炸那个悲惨的情况，你不觉得你们美国人应该跟我道歉吗？然后那美国教授当然说，为什么要跟你道歉？你们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杀了中国30万人，你有道歉吗？你是不是应该感觉羞愧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个2次大战日本人还有意见，还认为中国人不能够来纪念这个抗战的胜利。我觉得这是亚洲动乱的根源，而且它继续会在亚洲在世界上造成一种负面的历史的重演，我们要小心。好，我觉得这是国家它当然对于自己的部分这个史观上面是有一点不同我们接着问邱毅老师。日本在川普的压力下，石破茂很想跟中国之间进行比较好的经济的结盟，来解决日本的经济的困境。可是我必须斩钉截铁的说，日本如果没有办法面对历史的现实，日本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和解的。至少5件事情日本要面对嘛。第一个，有没有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里面，是不是杀了中国人超过30万？现在很多的日本人，大部分的日本人是都不承认的。在日本的早期的政客里面，大概只有鸠山由纪夫曾经在南京受害同胞纪念馆里面表现出来日本所做的错事，但是其他的日本人是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第二个，不断的在美化慰安妇事件，甚至还说这是一个自愿性的要服务日本军人的行为，这不是对于中国妇女的一种侮辱吗？第三个，我觉得更可恶的是，
淡化了731的产生的犯罪行为。731在哈尔滨搞的这一个细菌战的研究，人体活体试验，就是因为当时候把资料交给了美国中情局，以至于里面包含了他的头河野四郎，并没有石井四郎，并没有受到了东京大审判，成为了甲级战犯。可是后来美国解禁啦，美国解密啦，国务院已经把资料公布啦。当时候日本在哈尔滨所搞的活体试验，不是只伤害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还有苏联人，都一样是受害者啊！日本你不要负责任吗？好，第四件事，你日本难道不承认你侵略的事实吗？到现在还在讲福泽谕吉的那一套脱亚入欧然后讲近卫文旅当时提到的大东亚共荣圈，说我现在不是要侵略你，我是要帮助你强盛起来，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用这个作为理由，他就会粉饰他在整个侵略战争过程里面所产生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然后最后一个，你日本到底是2次大战的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刚才大使讲得很明白啊，你就是一个加害者啊！你今天不断的强调东京大轰炸，不断的强调广岛长崎的原爆，然后说他是受害者，他很可怜。问题是你不侵略，怎么会有这些行为呢？好，你不侵略，怎么会有人要赶快解决这个战争呢？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奉劝日本人，你必须要面对历史，才能真正的达到中日的和解。好，问永明老师，今年年初，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有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获得了那一次学会的最佳论文奖。这篇文章叫做《731部队与中美关系》，他是一个美国人。谈到了整个冷战时候的政治和中美日共同去遮掩在2次大战期间731部队跟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为什么德国可以面对战争的罪行？2004年开始，施洛德总理第一次参加在每年在诺曼底举行的2次大战结束的纪念。那个是6月6号，也就是诺曼底登陆。在去年，德国的总理肖兹也参加。2004年之前，其实德国总理一直想要去，当地人不允许他去。但德国几十年来对于战争的反省，你在现在的柏林街头上，如果高举纳粹的手势，高喊希特勒万岁，那是刑事犯，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而他们对犹太人的这种忏悔，到现在面临到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他不敢做评论。可是日本呢，就是因为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发生韩战、冷战，释放出来的战犯，然后呢，让日本自己掌控，把冲绳还给他。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后面通通都是美国跟 CIA 在整个做，所以整个战犯遗族会到现在为止是形成自民党的一个主干。那但是这一次这些主干离开自民党，所以出现了参政党。那参政党其中一个参议员叫沙拉，他支持日本发展核武。参政党其实就是一个反中政党，国民民主党也是个右翼的，所以现在反而是石破茂是比较中间的，中间并不是有怎么样的承认战争的错误，而是他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还是讲了反省2字。所以因为日本是新闻的自由化，所以你到书店上，你看到一排南京大屠杀的书籍，旁边一排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在日本，它的的确确虽然是长期的和平主义，可是呢，整个民粹的这个情况现在变成如此。而他现在甘愿做美国的代理人，当然对中国的崛起，他现在觉得说，像这个阅兵就是一个反日的，那你也太贴金了，自我贴金。
这一次的阅兵是中美整个竞争对抗的一个转捩点，跟你日本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是要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持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着来看美国的内部现在乱糟糟的，尤其我们发现说，这个美国明州天主教的学校又发生了枪击案，有2名孩童是死亡了。好，这枪手犯案宣言上面以写是杀掉川普，他是在他 YouTube 影片当中包含有一句 Kill Donald Trump 的讯息，所以大家就说，哇，该不会现在川普让整个美国都大乱了吧？好，川普也当然有回应嘛，他说为了向蒙受暴力的受害者表示尊重，他宣布全国包含白宫跟所有的公共建筑都降半旗，直到8月31号。好，当然 FBI 的局长巴特尔说，已将这起攻击事件定调为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以及仇恨犯罪哦。好，但为什么川普那么激起很多人的不满呢？或许有这个枪手呢有一些怨言，但是我们也看到，确实川普也做了一些动作，包含他起诉了索罗斯父子。好，他们是谁呢？其实有很多人理解他们是在多年来他们的家族是秘密资助了美国各地的暴力抗议活动。那索罗斯的政治倾向以及资助多个国家的所谓民主势力煽动颜色革命都因为激进的政策而饱受一些争议，所以现在川普也要对索罗斯父子开刀了。好，不过我们之前不是有听到说川普要说，欢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再来美国吗？好，原来这个美国商务部长讲了大白话了，他说川普是采取理性经济观点，而且声称如果没有外国的学生，15%的美国大学跟学院就会倒闭啦。好，原来是因为怕倒闭，所以现在又欢迎了中国的留学生。但是川普的党内同志也呛瞎说，那就让他们倒吧啊，怎么可能呢？好，那现在美国的谈判是不是也频频触礁呢？我们看到贝森特他希望最快10月底可以跟中国这边的何立峰来进行新一轮的中美经贸谈判。那大家就说看起来都是美国在放话那包含的是印度这里遭到美国征收50%的关税。那白宫的贸易顾问就说，如果你停买俄罗斯石油，就可以获得了25%的减免。好，另外这个印度现在也靠拢中俄嘛，因为关税的问题，还有种种的一些外在环境，然后不忘携手美日那莫迪现在看起来是外交上面走钢索。好，日媒就指出说，将在29号访日的印度总理莫迪，在展现向中国、俄罗斯靠近之际，仍然有维持跟他国的密切关系所以这现在看起来，美国的谈判在印度这边还是不甩。那印度也鼓励出口商开拓中国等市场，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头。那他们的印度当局支持受关税影响的出口商，而且鼓励他们开拓中国跟拉丁美洲还有中东地区的市场。那川普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借题发挥呢？我们看到他又针对了格陵兰，好说川普这个相关人士涉嫌分化格陵兰。这是丹麦广播公司报道说，有3名跟川普有关的美国人已经进入到了格陵兰岛，准备要进行认知渗透，当地这个影响当地民众对丹麦的观感，进而使得两方关系来恶化。那同时就可以支持川普接手格陵兰的计划。那现在这个目标还在格陵兰上面吗？因为川普还做了一件事情，他现在对风电来宣战，他取消由丹麦能源公司沃旭主导的专案决定，使得现在美国的离岸风电发展上面已经实际上是死亡的。那丹麦跟美国的关系看起来也已经跌到冰点因为川普现在对于格陵兰的部分因为这个丹麦拥有的嘛，所以丹麦政府也拒绝讨论任何可能的出售或是移交的事宜。那这沃旭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离岸风电它已经陷入了夹缝，成为川普地缘政治博弈遭殃的池疑鱼。好，那据报有美国人现在也试图推动格陵兰向美国来靠拢，那美方说这只是个别的
美国公民所为。好，川普的手伸得越来越大，我看他可能是要稀土这些比较珍贵的矿产。我们先问大使。其实想到美国这个国家哈，川普的方法能够把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它是一个高度怎么样？高度矛盾的社会。那它是靠一个严刑峻法一套法律制度，然后它过去有一个主体民族，也就是欧洲移民的主体民族。那么它控制住这么大一块土地，可是这个土地里面，他们的祖先是靠奴役黑人啊，从非洲来的奴隶啊，获得廉价劳力，获得他们这个经济上的成功。后来又用了这些亚洲的这些移民，可是呢，它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心里面不平等啊，还是非常存在，非常严重的。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其实川普现在让美国伟大，其实他最主要的这个内涵啊，就是让白人重新回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就是说不要让那么多非白人越来感觉上在美国的各行各业各种角色里扮演过去所没有扮演的角色。所以呢，排斥移民只是中间的一个借口而已啦。那他恢复这种传统价值啊什么啊，所以像美国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其实他在面临了这种社会的结构，尤其是人口结构的改变的时候他通常是做怎么讲，做这种退让，主流的族群是做退让跟什么和解。像60年代那时候，这个金恩代表了美国黑人的一种革命，最后是白人让步签了所谓的这个什么叫这个人权法案，那 Johnson 做的。那在这之前，美国你知道南方很多州，黑人上来坐公共汽车，你要坐到后座去啊，还有很多在餐厅里面写的就是说，黑人不接受招待黑人不能坐到桌子上，然后厕所就分开的 white and color 这个你美国人现在自己讲人权，真的不要丢人了。你在60年代，你们在美国的很多的州都是这样子做什么它叫 separation but equal。他说你的厕所里面跟我厕所是一样的，设备是一样，都3个马桶，可是呢，白人上白人的，黑人上黑人的。那他那个时候黑人起来革命，那他就退让。可是现在看起来，我认为川普是一个白人革命。他说我们祖先创造这个国家，先让这些移民，让这些有色人种越来越猖狂，所以他是一个倒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川普是把美国带来一个从根本上的矛盾的对立还有根本上的这些差异性的一种扩大的一个方向。这对美国来讲，我是完全不看好。对，因为这可能会造成很多人在结构上面会不会有一些高低一样的这种起伏会有很多人心生不满。好，永明老师。昨天开始，美国对印度科50%的进口关税，25%对等关税，25%因为你买俄罗斯的石油，所以惩罚性的加起来50%的关税。那你就看到这一阵子，似乎印度跟美国是闹起来了，莫迪跟川普杠上了，所以呢，他就说接下来31号的时候呢，8月31号要到中国大陆天津去出席上合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王毅为此还亲自到德里去跟莫迪见面，谈好了支持上合会圆满成功。所以是不是莫迪现在开始回心转意，重新摆好位置，然后要跟西方保持距离，要认同整个全球南方呢？不要误会，刚好相反。莫迪也不知道为什么川普要对他生气，很简单。川普就是不喜欢那种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者。你2021年买俄罗斯的石油占你进口1%，到了2024年42%，然后呢还转卖偷卖给欧洲国家。他不喜欢这种机会主义者，同时他也希望对你施压，看看是不是能够让俄乌战争能够停火停战签和平协议。他不在意跟你印度的关系，可是各位，美国的国务院 Rubio、日本政府、澳洲政府现在都在帮莫迪，所以前天8月25号，美国的国务院跟印度开了一个2+2会议的资深官员会议，支持双边的关系，签署10年的这个防卫协议，然后呢要这个
协助 Quad， 也就是四方安全对话。莫迪很快在2个礼拜之内安排去上合会之前的一两天，先到东京，所以他明天会到东京。时报贸会欢迎他，同意投资630亿美元，而且支持印度跟美国、印度跟四方安全对话。什么叫四方安全对话？日本、美国、印度、澳洲就是压制中国的一个印太战略。同一个时间，澳洲的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发文支持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的角色，所以他们都在帮莫迪留在四方安全对话，留在印太战略，留在跟美国的关系。因此，当莫迪到大陆去，他只是出席上合会，他不是去跟习近平见领导人会议，他当然也不会到93到北京去，所以他去访问中国，根本就是在表现印度有牵制、压制中国的价值。什么时候等待川普回心转意？马上，你看这样的一个神操作，来自于国务院、日本跟澳洲的协助，马上贝森特今天就讲了，我们现在会立即的重启美国跟印度的谈判。那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你只要少买俄罗斯的油，我们马上就降关税。所以各位不要看错，印度还是一个阿三呐。他这5任的美国的总统以来，他就是想要站在全球南方，要去跟美国要好处。所以不是说他就要去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因为毕竟印度跟中国之间还是有领土争议，这没有办法去永久就立即解决的，还是有大国的这种心态的情节。那这是印度方面，那还是有呢，在未来就是区域的竞争的关系。所以各位要理解，印度这场秀这个局其实他是要做给川普看，等待川普何时回心转意。好，我们接着要请教邱毅老师。美国跟印度的这个矛盾，这个结是很难解的。最近川普打了4次电话给莫迪，莫迪都没有接。我为什么认为这个结没有办法解？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2025年是印度的农业改革关键年，几百万的印度的农民正在上街抗争。如果这时候印度答应美国开放了农牧产品市场，让美国低价的农牧产品进入印度的话，那恐怕莫迪的政权就要垮台了。第二个，你要莫迪要印度不能买俄罗斯的石油，不能够再倒卖，从中获利。这个莫迪也没办法同意，因为他从这一方面的利益得到的太大了。刚才永明兄说过了，在俄乌战争以前是1%，买俄罗斯石油在印度石油进口的1%，现在42%。他做倒爷做久了，钱赚多了。再者，川普哪壶不开提哪壶，一直提印巴战争，印度有5架飞机被打落了，最近又增加为7架。说不定隔几天又变成9架，所以就莫迪来讲，他好不容易用了所谓的阿 Q 战术法、精神胜利法，欺骗了印度的人民，粉饰了太平。他现在川普你故意戳破他的骗局，这可忍孰不可忍。我最后提一点了，刚才提到川普在美国的领导风格，其中有一点我是支持的。他呼吁要起诉索罗斯父子。索罗斯父子都是金融大鳄，他们专门靠资金资助每一个美国国内外的恐怖组织，让这些恐怖组织制造暴动，制造社会混乱，然后从中得利，金融放空来得到暴利。过去对中南美洲、对俄罗斯、对英国、对东南亚不都如此干吗？大家别忘了索罗斯在台湾也非常欣赏一个人，也资助了很多钱给他，那个人叫沈伯洋。所以我一直在怀疑，沈伯洋跟曹兴诚去搞了这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制造矛盾、不安、撕裂、仇恨。
是不是后面有个索罗斯的影子，有索罗斯在指引？因为在台湾对索罗斯来说是个肥羊啊。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索罗斯在东南亚赢了，横扫东南亚。带你追查事件的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欢迎您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一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我们首先要讨论谁呢？当然就是承担大局的老柯哦。现在柯总召被说要牵连数啦，好，大家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啊？从刚开始哦，陆陆续续说要辞这个党团的干部，现在就剩柯总召这儿了。到底现在把球丢给了柯总召，柯总召背不背锅呢？好，我们前一天看到了柯总召，其实有讲到煮豆燃豆萁哦，豆在釜中泣。好，这个连网友也帮他做了2创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罢团有什么错？好，罢团有什么错？相煎何太急哦，感觉韵味很足哦，因为这跟党内的人在讲了。好，我们看到有一篇独家《自由时报》说潘孟安昨天晚上有登门来劝退柯建铭，柯建铭用了7个字来做回应，他说柯建铭他希望这个潘孟安希望柯建铭能够主动让步，那柯建铭当时就回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用7个字道出了现在的无奈哦。好，不过我们也看到他今天在立法院确实也是用这样子来回复记者，后面就都没有讲，就是这7个字。好，这7个字的味道是什么？到底要不要退呢？还是不太明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了游盈隆，他认为说，虽然更动的这个内阁人数达到16人，但是大家有发现吗？特任官只有6人哦。那其他重要部会啊，像是经济部、卫福部跟国发会，然后他质疑的这个执政当局试图是借由表面的人事异动来转移社会大众对大罢免失败的关注。好，那虽然这改组16人哦，但是黄伟汉也点出说，其实重点只有4人。好，包含的是像是经济部、卫福部确实有感，那赖清德也向蔡前总统来求援，徐国勇也来了，张敦涵也来了。他说等于党部跟政院都交给英系的人去执掌大权。他认为哦，真的得出动蔡英文垂帘听政吗？这个是网友的讨论哦，说是不是这个赖总统现在还是必须要靠前朝的一些人才来挹注哦。好，那现在危机感是不是真的是四起呢？我们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跨县市的议员他们抛了5点行动倡议哦，说请赖总统正视我们的危机，5点行动倡议。那包含像是很多的什么清除绿能蟑螂啊、强化经济等等的，还有党务要更加的这个放弃官僚体制，灵活的进入人民生活。但我们也发现里头多位哦都是太阳花世代的成员，所以他们也强调说，对执政的甄贬谏言是我们的职责。确实啊，执政党本来就应该是被监督嘛，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存在。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上报有一篇是说，这个民进党非核家园跟抗中保台2张牌失效之后，现在怎么办呢？那民进党以往顺势而为的操作，看来只到了7月26号为止。那726之后，现在就面临的是逆势操作。所以我们也看到小笠原新信的观察说，抗中保台跟非核家园的号召力正在减弱当中。那我们看到吴子嘉，他现在说，基本上台南跟高雄嘉义县应该是保得住的，在2026这一场地方选举。但是他说，澎湖可能也会掉哦，还有其他的县市会非常困难，所以他预估大概就是能保住3到4个县市，其他大部分都会掉。至于议员的选举，应该也会大败。好，因为在2026年是县市首长嘛，母鸡带小鸡，所以如果县市首长选不好，恐怕在议员的席次上面也会有
有一点为难。好，那到底现在民进党的布局，因为他们党务人事也改组了，说有青年化，所以看到国务卿旗舰营哦，说是历年录取高中生的比例是最高的。好，那这个说共同点的这个新一波党务的人事案就是年轻跟专业。那民进党青年部主任黄胜文哦，然后在这个有一个国务卿旗舰营哦，说录取高中生的比例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哦，说营队平均的年龄只有21岁左右。好，那这年轻人到底还存不存在呢？因为过往民进党都被认为，年轻人是比较喜欢民进党的，但是最近网友就挖出民进党的党纲啊，发现说他们竟然写说人口政策应该重视提高人口素质、减少生育率等方针。所以网友就说难怪少子化办公室是最成功的办公室，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想要搞死台湾哦？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可能还要再看看这个党内的人是怎么讲。但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最新是郑丽君跟这个还有罗志强，也就是国民党立委，他们在质询的时候有些针锋相对，先带大家看一下。那我想请问这个取消小麦关税有没有在你的谈判范畴之内啊？报告委员你要对我公平一点，你对我王定宇很干脆就说有。刚刚我回答王委员是说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对于好啦，你刚刚讲那一套我已经听了。其实副院长，你刚刚那一套你已经倒带，现在起码10次了啦好，罗志强认为这个郑丽君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取消小麦关税，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讲的都差不多。他说真的是直接可以播放影带了。好，那这就是美国认证最难缠的对手嘛？因为这次我们美国关税是由郑丽君出面带领来谈判的。好，我们首先就问邱毅委员，柯建铭当他看到潘孟安晚上来拜访他，来劝退他，他就知道了。这就是赖清德的意思。他原来郭国文对他爆粗口，他还留下了一线希望。会不会郭国文不了解组织的心意？那潘孟安都上门啦，潘孟安笃定跟赖清德是抱成一团的。潘孟安来了，就是代表赖清德过来，以潘孟安厚道的人都亲自来劝退。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才会有无声胜有声嘛，就不需要再负隅顽抗了。但是就柯建铭的心来说，他还是觉得不甘心啊。就是他讲的曹植的七步书嘛，原来大家是同根生嘛，但是赖清德在大罢免大失败以后，就找他来祭旗，找他来开刀，找他来做替罪羊，这对他来说，他感觉不服气啊。而就现实来看，他也觉得不满啊，因为你说他欠了好多的债，没有错，他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输了很多钱是没错的，可是那是他的交际行为啊。而他交际行为所能够筹到的款项、建立的人脉，都是提供给民进党里各个的区域选立委、各项选举用的啊，也帮了赖清德很多啊。而当初他做总召、权势熏天的时候，赖清德指他底下的一个小干事长，而且在他感觉上是一个连红酒怎么喝都不大懂的土蛋嘛。所以他觉得他过去很照顾你赖清德啊，你赖清德现在无情无义，所以他要被放弃了。这一些内心的不甘，以及对于环境抗拒的无力，所以才会生出了无声胜有声的感慨嘛。我总结一下，赖清德的性格，用台语说就是有功没秀，怕破爱赔，他就这个性格嘛，有功不见得有赏，有过他一定要你赔，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整个输了，他绝不承认他自己有错，他把所有的错都归给别人，所以他就像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啊，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为亡国之臣。好，接着我谈到内阁改组，很多人说本来以为说可能是5个。
绝对不超过10个啊，结果后来有10几个，那代表内阁改组是大的，其实是烟雾嘛，就是那油银浓缩的，它是个烟火秀嘛，它是个障眼法嘛。怎么说？大家对于内阁改组最有兴趣的，就是李阳担任30岁就担任运动部首届的部长嘛，这个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新闻热点嘛。所以李阳一个人把整个内阁改组的焦点全部抢走了，反而没有去谈其他的内容。唯一的大家比较有注意到的，就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的，是民进党是不是赖清德愿意放权给蔡英文的人马？徐国勇在党部，然后行政院有张敦涵，副秘书长还有阮昭雄，是不是改变了？经济部长由郭志辉改成龚明鑫，我告诉大家没那么简单。赖清德一定是一手白一手黑，一手硬一手软，他跟蔡英文绝对不会因德共事，也不会容许蔡英文垂帘听政。你看看他24号跟蔡英文在官邸聚会，谈笑甚欢，25号就针对小英男孩郑义玲就下手了。他就是一边跟你笑脸迎人，另外一边用黑脸宰你嘛，这就是赖清德的性格。所以大家如果了解了赖清德的性格特性，那么就不会被他表面的烟火秀所蒙蔽了。好，不过明天礼拜5是这个平日8月底的最后一天，看看老柯会不会有逆袭哦。介大使，老柯啊，真的我蛮同情他的，我也想帮他讲2句话了啊。不过他认知错误，他这么老道的人啊，政治啊人物啊，他居然用曹丕、曹植的诗来形容他自己。你知道曹丕、曹植是亲兄弟才会有煮豆燃豆萁哦，豆在釜中泣这首诗。他以为赖清德是他亲兄弟啊，他根本就认知错误啊，根本就是怎么样？他自以为是什么？他是功臣。我告诉你，他现在在人家眼里连公狗都不是，真的是很惨啊，对不对？然后呢，说实话啦，现在就是一个古往今来历史的一个铁律啊，政治斗争的铁律啊，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对，这个说实话啦，今天这个柯建铭对民进党来讲，他是做这个叫我们英文叫 dirty job， 是很 dirty， 要每天站在第一线，然后呢说一些唯心之论，去攻击别人，去怎么去诉仇诉怨，然后在社会树立一个不讲理、蛮横、东轰，生活也被人家挖出来好赌这样子的形象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 dirty job， 对不对？他在第一线打仗这么多年，结果派一个潘孟安。潘孟安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宫廷里面的弄臣嘛，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皇帝下面的这个最会拍马屁的，然后呢，天天躲在后面出点子的，然后呢，坐在冷气室里面出点子整人的，有什么功劳？说实话，今天你所有大罢免由我们这个柯建铭一个人担，你相信吗？他在民进党排名排到多后面啊，根本没有他的份。以现在这一个权力结构一样，柯建铭根本在边缘。然后整个的失败是柯建铭出的主意吗？是他坚持他只是在执行一个政策，结果呢，最后落得此下场，还叫他来扛所有的。别人为什么不扛？由他一个人扛。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崩坏的开始，同志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就是只有什么？只有权力，只有利益。柯建铭，你认了啦！你不要以为现在的民进党还是你早年的民进党，有理想、有情义、有同胞情、有同志情谊，什么都没有。你还以为你是功臣，连公狗都不是。你今天就是被民进党现在的当权派把你当狗一样踢出你们的权力结构，你认了吧？好，确实蛮多人认为对老柯有点不厚道啦。永明，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
过去大家批老蓝男，现在你们这些老绿男知道问题了吧？知道痛苦了吧？但讲句平衡的话哈，我担任过国民党的政务官，也跟这些台面上的不管是蓝绿都认识。但我觉得蓝绿之间，国民党、民进党啊，就最大的差别，现在民进党开始就浮现出来了，一个一个，因为它开始形成一个绝对的权力，那它开始就变成腐化。腐化的时候呢，就凸显出它的理念核心跟它的生态系统，其实真的跟国民党不一样，跟一般的政党也都不一样。它的权力的核心，它的理念核心就是 power， 这个可以理解。你政治就是要获取权力，但是呢，有一个另外跟其他政党不一样的是，它的反中台独是一个很重要，你要进入到民进党的环境里面参与它，不管是选举还是任何的职位，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签跟身份跟认同，所以这个权力这个理念核心哦。现在这个反中台独，你看到在大罢免的时候就来到极致，可是呢，它就跟现在台湾的社会、两岸的情势、中美甚至国际的情势开始产生严重的对撞，因为趋势整个发展的方向不再往这方面走。生态环境呢，当然就是一个派系跟斗争，所以你要去选举，你要去议会，然后呢，你要掌握民粹，你要掌握媒体，你要塑造话语权，你要有千百个公民团体，这都是如此。然后呢，慢慢一层一层，像洋葱一样不断的扩散出去。然后你在最后一个大选的时候呢，它能够赢。所以你看很奇特哦，民进党在地方选举没有取得多数过，大概就一次，哦，绝大部分都还是。国民党都是蓝的，你更不要说议员、市长都是如此。但为什么在总统的职位上一直有这样子的政党轮替，而从蔡英文到赖清德还能够连任，就是这整套的逻辑把它包束起来。然后呢，外在的因素，因为反中台独到了拜登的时候呢，跟整个中国的对撞，所以呢，帮助了民进党，而蓝营这边自己本身的论述又慢。所以，可是呢，当赖清德上来的时候啊，他以为这招继续用，他就用大罢免，然后呢，这个大民粹，结果来一个大失败。为什么？因为过程当中看到你跟美国的处不好，川普都觉得不要被你台独给拖下水。然后呢，看到过程当中，你经济的问题搞不好，2月份就把台积电给送给别人，大家都看得懂。然后呢，你在社会的政策上、内政上搞得那么糟糕。所以现在在找战犯，柯建铭你就认了吧，反正你总是要替别人背这个锅的吧。好，不过在跑民进党期间确实民进党的传统氛围是会这样处理不过要小心，是因为民进党他们整队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其实这在野也必须要有一些攻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